你知道手腕跟手臂的松紧居然跟你便秘有关？我们今天要透过放松按摩几个手腕跟手臂上面的穴位，来帮我们解除便秘。然后，如果你常常觉得大便大不干净的话，更是要把握这几个穴道哦。也许你在坐在马桶上面的时候，也可以加减按一按。Go！大家好，今天你有动一动了吗？我们今天没有要动太多，我们只是要稍微按摩一下穴位而已。不知道大家夏天到了，然后天气很热，你是不是就也会有一些便秘的困扰呢？尤其是当你的水分以及纤维又摄取不足的状况下，然后夏天也容易火气大嘛，就火气大也有可能会造成便秘哦。那我们今天要透过按摩几个手臂跟手腕上面的穴位，一两个其他的方式，然后帮我们解除便秘。其实解除便秘的方式有很多种，那我们今天聚焦在按摩手臂上头的。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在底下敲碗，我们可以做另外一个按摩肚子上面的穴道。好，一起开始 Go。好，我们首先要按的是我们的商阳穴，它就在我们的食指的位置，外侧跟你的甲片这个位置。商阳穴就在我们的食指外侧甲片底端的位置。好，那所以我通常就会直接用另外一只手的大拇指跟食指，然后压指缘这两侧，或者这样子揉捏它，转弯处。那你可以按压个大概3到5分钟，可以稍微这样左右揉动一下。换手，一样食指的甲片底端边边角角这边，要用大拇指跟食指按压。因为这个食指啊，沿着我们的食指这样一路下来，是我们的大肠经，不是韩剧里面那个大肠经，是我们大肠的大肠经。如果有点酸胀的话，可能大肠有一点点不通哦。好，接下来是一个万能穴道，就是合谷穴，就是在这个大拇指跟食指骨头的交界处，然后它在偏食指的这一个骨缝骨头上。你也可以用工具帮忙哦。我现在有请我最爱的工具，就是我们的擦擦笔。擦擦笔真的很好用哎，因为它的屁股这边是细胶，所以它不会太刺。然后这一个大小刚好很适合拿来按穴道，它可以切入一些小骨缝中。那就在这个位置，在靠近食指的这边，你也可以用工具压。如果没有工具，也可以直接用指节这样按压。或者也可以用另外一只手的大拇指，这样子按压。当然，除了便秘以外啊，消化不良或者有的时候想要呕吐的时候，也可以压这边哦，合谷穴。它其实比较在肠胃上啊，作用在肠胃上，就是可以帮助你关注消化，或者有的时候你觉得胃里头的食物好像消化不下去，就觉得有那种积食的感觉，你就可以按一下合谷穴，或者有的时候会头晕、想吐，也都可以这样子按它。OK， 压着，然后稍微前后上下搓揉个10几下，大概可以一次压个22到30下左右，然后一天分个2到3次压。好，换手，压在这个食指跟大拇指骨头的交界处，但它在比较偏食指这一侧，一样可以用大拇指按，或指节，或者有工具也可以用工具哦。
擦擦笔真的是非常好用的工具。食指的这一侧，如果有酸酸胀胀的，你可以看一下是不是今天的消化状况不太好。我今天是还好一些哦，然后这个手被晒成这样子，这边是白的，那边是黑的。有的时候我会觉得，我消化不好的时候，我就按一下我的合谷穴，就刚好都会发现它是胀胀的耶。但今天还好，所以可能今天消化功能还不错。好的，那一样可以压个大概20-30下，可以帮助你增加消化哦。好，前面有跟大家提到啊，就手腕紧或小臂紧的话，可能会跟你的便秘有关，是因为呢，有的时候我在用电脑。我后来观察到一个现象，就如果我那几天用电脑比较多，因为可能你用电脑或用手机，然后手腕这边都是要长时间维持同一个动作嘛，然后它就会紧起来，然后我就会发现那几天我就会比较容易便秘。做一些瑜下体位法，去开展这个前侧，因为手臂上面就是我们的大肠经也是一路通过。然后之前常常在做这样的体式的时候呢，做完马上去跑厕所。就是它常常会这样子有这样的状况出现，所以后来就发现哇，这个手臂的松跟紧会跟我们的肠道很有关系耶，所以要保持你手腕的灵活哦。因为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2个穴道就是在你的手腕上。那其实你只要稍微用你的一样大拇指食指掐住你的手腕2侧，会发现有2个骨头凹凹的，对不对？你可以先这样摆一摆手，左右摆一摆，前后摆一摆。这样就可以稍微去按摩到你的这2个穴道，然后或者你可以像这个招财猫一样，这样按着手腕旋转，就可以左边旋转10圈，右边旋转10圈。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阳溪穴跟阳谷穴。那前面说这个手腕的，如果手腕紧会跟我们便秘很有关系，是因为呢，这个手腕上面还有一个阳池穴，对你排便非常有帮助哦。大概是轻握拳，然后在第无名指的这个掌骨就是掌骨延伸下来，也在你的手腕的腕横纹处，会找到会有一个凹凹的地方，还是要靠你的触感哦。然后就是这个地方，你一样也可以大概左边画个10圈，右边画个10圈。磨的道具也可以拿来帮忙哦。然后我们就换手。一样就是用另外一只手掐住这个手腕内外侧各有一个凹陷处，这就是我们的阳溪穴跟阳谷穴。那你就在这边转一下你另外一只手的手腕，就可以左边10圈，右边10圈。当然也对你久用这个3C 产品，跟阳谷穴就是要无名指延伸，然后在这手腕横纹上。一样稍微靠你的触感要找到有一个凹陷处，它可以帮助我们清理宿便啊，预防大肠癌啊，诸如此类的。消小腹，开心，大家听到消小腹就会觉得开心。好，这样可以左边10圈，右边10圈。好，再来一个是我们这个大拇指比个赞出来的位置，这边是不是有一块肉肉？大概这块肉肉的中间的点，这边有一个鱼际穴，你就可以稍微这样子捏一下它，在这一块的中点1/2处。好，换手，这样可以大概就是10到20下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来到手臂上面的穴道。我们现在来到外侧，臂外侧，大概你腕横纹上面。其实刚刚说嘛，食指延伸是大肠经，所以我们等一下最后也会稍微打一下大肠经。3寸的位置是一个内关穴，然后三指就距离这个腕横纹3指位置是一个内关穴，然后4指是一个支沟穴。所以你其实就是大概3指、4指的位置，你就可以2-3只手指头这样子压，感觉像你的2骨之间，手臂的骨头2骨之间的这个缝隙，就可以这样子稍微压它。所以大概量一下3指、4指。其实今天本来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支沟穴啦，就是4指腹的位置。
有的时候这个穴道真的不好找，对不对？它上面又没有，你的手上面又没有写名字，你就可以大概这样子按压它，然后大概就是按压了10到20来下，然后我们就换手，然后稍微找一下。我们今天就是先找支沟穴啦，但其实你也可以按那个内关穴，在3指腹的位置。总之呢，就是这样子，都给它按下去，感觉都有按到。那穴道真的很不好找啊，对不对？而且有一些大家的那个骨头大小，或者是肌肉，也许有微微的旋转角度不太对的话，你其实穴道也不太好找。所以它就在两骨之间，你大概就在4指的位置，然后前后都可以这样子去按压它哦。好，这就是我们手臂外侧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要看一下我们的小臂内侧，就有一个孔最穴，它蛮有用的。就是刚刚腕横纹嘛，然后跟你的小手臂大概1/2处，然后它在你上面这个骨头的边边，一样你可以轻压的时候就稍微感觉到有一个凹陷处，然后一样大概揉捏个10来下。真的要靠你的那个手感去找一下，它就是骨头缝跟肌肉缝中间好像就是会有一个空隙，那个大部分就是我们穴道所在的位置哦。好，一样就稍微这样揉捏，然后我们就换手，就是你的手腕横纹跟你的手肘横纹的1/2处，在上面这个骨头的中间。如果你觉得这样子啊，手指要按得好大力哦，反而又变成另外一只手紧绷，你也可以用道具哦。或者说，如果你有办法，你还可以用自己的另外一只手肘帮忙压，其实这样力道会蛮大的。手帮忙压，前置另外一只手。好，接下来在我们这个常常会积脏污的转弯处，就我们大臂跟小臂中间那个凹凹的地方，然后靠近凹凹的地方，然后你压它就会觉得有点酸胀的感觉。曲池穴，这样大概揉捏了10到20下，也对疏通你的肺气有帮助。好，换手。这个是我还蛮喜欢用手肘压的，然后你就可以把一只手放在那个桌子上，然后去压它，或者是放在，如果你刚好在做瑜伽的话，就放在垫子上，然后用另外一只手肘去压它，这样还蛮适合，就用另外一只手肘去压它，而且你会觉得那个力道还蛮大的，你可能会压到觉得有一个酸胀的地方。好，我的右手比较酸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稍微拍打一下我们的大肠经。就可以其实沿着食指，就刚刚前面跟大家介绍过的商阳穴，这样轻轻拍，然后就变成空掌，然后沿着这个小臂比较靠近内侧，然后就这样拍上来，然后拍到肩头。所以像我刚刚有说啊，我会做一些手臂停留，比如说开肩的动作，做一做，然后居然去上厕所，就是蛮屡试不爽的，是因为这前侧肩头前侧就是我们的大肠经。我们就稍微拍打，我们顺一下我们的大肠经。那我前面好像也有一集有做过，就是拍打大肠经，然后有加上一些解便秘的动作练习，大家也可以去点来看哦。大概一只手10回合，好，你就边看就边做起来啦，边做起来了。好，换手。那大概你可以稍微沿着食指这样子拍上来，然后空掌。那一样在你这个曲池穴的位置也可以稍微停留，多拍它几下，然后拍到肩头前侧。所以啊，如果你常常驼背包肩啊，这可能都会影响着你的肠胃哦。然后当然，另外一个增加腹部按摩的，当然就是你可以多练一些核心，然后多练一些扭转。扭转是可以帮助肠胃蠕动，然后你做一些核心的练习，可以帮助你增加腹压，然后收缩腹部的肌肉，就可以帮助你把里头的便便给挤压出来咯。好，放松。
下来我们要介绍一个是在我们小腿上面的穴道。好，我们现在要拍打我们小腿的承山穴。承山穴就是在我们的小腿肚的底端。但是呢，因为我们要用另外一只脚拍打，所以你其实不用可以那么精确。我们会交替哦，就用你的右脚的脚掌拍打这个小腿的承山穴，然后换脚，有一点像在你要踢足球，拍打你的小腿。后侧看起来大概像这样，大概在你那个小腿肚的底端。我们大概在10下左右，10、9、8，其实这个你的脚还要蛮有力的哦，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好。这就是今天介绍给大家的几个可以解便秘的穴道，我自己试的是都还蛮有用的啦。然后你也可以感觉一下哪一个穴道对你来说最有用哦，就是它们对应的位置不同，然后每个人会便秘的状况也不同。如果你真的已经便秘很多天，这些只是救急的方法，然后你也是可以去找医生看看或调理一下身体哦，了解一下自己的便秘的成因到底是什么。祝福大家一路都顺畅，身体健康，要继续保持健康哦。我们下次再一起练习吧，拜拜。